是野兔，看来我重生一次，老天还给了我金手指，让我能捕捉到周围动物的气息，真是上天助我。从军征战10年，我才锻炼出了这百发百中的枪法。小伟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花50块钱给他买个工作2月就被开除了，还喝得烂醉回来，这年关怎么过呀？钱没了，我再想办法去挣。小伟还小，长大了慢慢会好的。爹不是死了吗？娘再也变年轻了。啊！1981年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1981年。上辈子我因为被开除，一蹶不振，天天喝酒搞坏了身体。爹为了挣钱给我看病，劳累过度丢了性命。我自那之后从军当兵立战功，却终究换不回父亲。重生一次，我绝不能再让这种悲剧发生。小伟，你醒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工作没了，爸再给你找。以后不能再这样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爸妈，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爸妈，你们在家好好待着，我出去打点猎回来给你们吃。是野兔，看来我重生一次，老天还给了我金手指，让我能捕捉到周围动物的气息，真是上天助我。从军征战10年，我才锻炼出了这百发百中的枪法。从军征战10年，我才锻炼出了这百发百中的枪法。打中了。7点钟方向还有一只。太好了，靠着上天给的金手指打了不少猎物，以后啊一定能凭这个赚很多钱。今天不早了，先回去吧。哥，这兔子好肥，你好厉害呀！晚上哥给你烤兔子吃。山里危险，以后还是少去。小伟，屋子给你收拾好了。谢谢娘。我先把这个兔肉处理一下，肉在晚上吃。皮毛呢，我明天拿到县里去卖掉。哥，我也要跟着你去。虽然被开除了，但是这性子转变的也太大了吧？我觉得这50块钱花得值。小伟长大了。张伟，我听说你被开除了，走啊，喝酒去啊！王铁柱是村里面有名的混混，上辈子我以为他是真心把我当朋友，后来才知道他只是想花我的钱，把我当冤大头。这辈子不会再相信他了。是柱子，我没空，就先不去了啊。嗨，你都被开除了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兔子挺不错，来给我一只。我自己打的兔子，想吃自己抓去。你今天是怎么了呀？要不你借我几个钱，我自己去喝。我都没工作了，我哪有钱借给你啊？你在城里工作了2个月，怎么可能没钱？你要是不想借，你就直说，来，我自己找。我说了我没钱，我要是有钱，也是先给我爹妈，让他们给我攒着。你想要钱，跟你爹妈要去。我说了我没钱，我要是有钱，也是先给我爹妈，让他们给我攒着。你想要钱，跟你爹妈要去。你不借拉倒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我没你这个兄弟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呸！哼！这小伟平常不是最听这个王铁柱的话了吗？我说了多少遍他都不听，怎么突然变冷淡了？小伟还是长大了。娘，昨天早上走的时候一着急就忘了，这是我在厂子里面打工赚的一些零花钱。咱们家现在啊，我知道有点揭不开锅，你先拿这个钱去垫一垫，等以后我有实力了，再补贴我们家。娘没有怪你，只要咱心往一处使，日子肯定会过好的。这你自己挣的钱，你自己拿着。娘，你就别推了，我知道你和我爸为了给我找工作，把家底都豁出去了。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，养你们俩。让你拿着就拿着吧。那我先去把兔肉烤了。爹娘，小磊，来。好香啊！看把你馋的，快吃吧。吃。爹，我准备过2天去山上多下几个套子，看能不能多捕点野兔。去什么去？山里那么多猛兽，还是在家待着吧。你爹说的没错，赶明儿让他去村里问一问，有没有可以介绍的工作。你呀，别去山里了。
没事儿，娘，我这大小伙子，我怕啥？我保证安全第一，遇到危险我就跑，而且我不是还有枪吗？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爹不求你赚什么大钱，平安就行。吃饭吧，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来吃饭啊！来，上辈子我就是这么心安理得的接受父母对我的好，还拿着他们的血汗钱去喝大酒，我真不是人。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努力挣钱，让爹妈和小磊每天都有肉吃。上辈子我被开除以后，每天混日子，爹没了也被人瞧不起，全村只有大壮真心待我，他自己日子也难，还总带吃的给我，被人抢了东西从来没有抱怨。这辈子我要带着大壮一起挣钱。大壮，小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咋不欢迎我？哎，没有，欢迎你。那个，先进家坐下，我给你倒水喝。哎，别忙了，今天我来找你啊，是有正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，小伟哥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出气。不是，我这次来啊，是想带你一起去山上打猎。我枪法准，你的力气大，咱们一起合作，绝对能打到很多猎物。到时候一部分留着吃，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。以后我张伟赚1分钱，就有你半分。以后让咱兄弟俩都过上好日子。小伟哥，你怎么变性了？不过我相信你，小伟哥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行，我这就去拿枪去啊。好。咱呀，先下几个兔子套。这个季节兔子肥，晚上给你爹啊改善伙食。走。好嘞哥，走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在山上就打了一只兔子，老香了。大壮。这附近有兔子窝，在这儿下几个套，肯定能抓住兔子。大壮，你看这地方有兔子脚印，咱们在这儿布下几个套子。好。小伟哥，你这手艺跟谁学的？比村里的老猎户还要厉害。哎，在书上看的，多实践啊，就知道了。记住啊，套子要离地3寸，绳结要活扣。你试试。套子架好了，咱往里面走，看看能不能碰上别的猎物。好嘞哥，我听你的。走。大壮，别动，前面有野鸡，左边那只交给你了。小伟哥，我打中了！走。这只野鸡可够肥的，烤着吃啊，肯定香。是。这是野猪的脚印，还很新鲜啊！看样子是个个头不小的家伙。这脚印看着这么大，这起码得有几百斤吧？这野猪啊，全身都是宝，又能吃又能卖钱。但是咱今天装备不足，先不惹他。记住这个地方，下次带好家伙来收拾他。小伟哥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啥时候打我就啥时候打。咱先回去看看套子，别让狐狸啊把兔子叼走了。对，好，走。我去，小伟哥真的掏到兔子了。小声点，别惊动了其他猎物。这一只看着有5、6斤重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。这几只兔子皮毛完整，能卖个好价钱呢。1、2，我去，小伟哥，咱们这次一共抓到7只野兔子了。这才刚刚开始，咱们赶紧把兔子装起来，早点回家。小伟哥，我爹要知道咱打了这么多猎物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大壮，以后啊，哥让你家顿顿有肉吃。哎，对了，你家里是不是缺口新锅呀？下次卖了皮毛，给你家买口铁锅。不用，小伟哥，我跟着你打猎吃肉啊，已经够知足了。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？就这么说定了。谢谢小伟哥。走，把兔子装起来。走，走，等把这些兔皮卖了，到时候就有钱了。小伟和大壮去抓兔子去了，
抓了这么多，这回可真是发财了，运气好罢了。大壮，这2只兔子送给你啊！哎，不行，小伟哥，这太多了，我要1个就行了，小伟哥。客气什么呢？跟我还客气啊？啊？小伟哥，够了。跟我不用客气啊。晚上我去村长家接马车，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，咱们俩一块儿去县城卖皮毛。行，哥。小磊，爹娘，快出来呀！哥哥回来了，还带了好多野兔，还有野鸡。爹娘，哎，小伟啊，你没受伤吧？啊，嗨，娘，我没事儿。大壮跟我一块儿去的。爹，这5只兔子皮毛完整，明天一早我去县里啊，把这些皮毛全卖了。哎呀，去县里来回的路程要30多里地，山路不好走啊。我去村长家接辆马车，那些皮毛带着走路太累，我驾马车去啊，顺便还能多去一趟山里。我在山里啊发现了野猪的脚印，我看能不能打回来。那皮毛啊更值钱。村长的马车虽然向外借，但毕竟现在的马车比较金贵，村长只借给他相信的人，我们空手去不好借吧？肯定不能空手去。我带只大野鸡去，让村长给孩子们补补身子。哥哥，你要去县城吗？可以带我一起去吗？听说供销社有糖果。你还小，路不好走，等长大了以后啊，哥哥带你去。糖果的话，明天哥哥给你带。小伟真的转性了，以前啊，家里有好东西都往外带，现在啊，不仅往家里置办，还关心起弟弟来了。娘，以后我天天让你省心。这些兔子等会儿我收拾一下，咱们家呀今晚炖肉吃。趁天色还没黑，我去村长家一趟。哎，行，去吧。哟，张伟，真是发财了，打这么多野味儿，也不请兄弟们喝顿酒。想吃啊，自己打，有事说事儿，没事走人。张伟，你不是一直在追林梅吗？你被开除的事儿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他今天来就是跟你说道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。张伟，我来跟你说件事儿。小磊啊，娘给你找糖吃啊。走吧，走，来。上辈子他说等我攒够了100块，就答应跟我在一起。后来一听说我被开除了，就立刻来找我分手。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还是早分手的好。你想跟我说我被开除了，想和我撇清关系吧？是啊，你都已经被开除了，以后找工作也难找，这可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儿，我可不想被你牵连。听见没？林梅可是要嫁给城里人的。行，我也不打扰你。从今以后，咱俩呢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去找更好的吧。以前我生气，你都会立刻跑来哄我的。怎么回事？张伟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想要只兔子？我没有。拿着吧，就当是我以前打扰你的赔礼，以后别再来找我，我不耽误你。这兔子是你应得的，以后再也不用跟这个倒霉蛋纠缠了。爹娘，我去村长家了。哎呀，来，建军，小伟来了。叔，我这上山呢，打了2只野鸡，带过来给孩子补补身子。嗨，你来就来吧，还带啥东西啊？是啊。啥事儿？我想借您的马车去县城一趟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带着钱来的。你不是刚被县城开除回来吗？你这又去县城干啥呀？我这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想着找点事儿干，就去山里啊打了几只兔子，想着去县城把皮毛卖了，补贴家用。我就说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以前就是不走正道，现在这样多好，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。您放心，叔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给咱村丢人。哎，
但是我这马车呢也是租借的，估计不能破啊，车套用坏了得赔，马料自己备啊。行，谢谢叔，您放心啊，这马料我早就备好了，到时候用完啊，我保证擦到锃亮给您送回来啊。行，那就明天早上5点来牵马。哎呦，小伟，这野鸡真不小，能吃好几顿呢。叔婶儿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明天一早啊，我过来牵马。行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大壮，你在这儿看着马车，我去把这些皮子拿去供销社卖钱，看能卖多少钱啊？好嘞，哥。老板，你看这个能出多少钱？新皮，这么多？嗨，我昨天上山打的，运气好。我给你一张按10块，以后要是还有的话，也就这个价。你也知道，这也是最高价，比我预计的还要高2块钱。好，那7张皮子的话，一共是70块钱。哎，好，我给你点点。好嘞。谢老板。哎，哥，这几张皮子卖了多少钱？几张皮子，1张6块。这是你那份的钱。不行，哥，肉我已经吃过了，钱我不能再要了。那我去供销社买些日用品，给你买一双手套，买点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喝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咱们进山找野猪。好嘞，哥。小伟哥，这新手套还真暖和。以后咱赚了大钱，再买个好的。小伟哥，我以后一定跟你好好干。是野猪。这儿，西北方向有野猪。啊，小伟哥，你眼神咋这么好？我啥也没看见呢。等下记住了，看到野猪别慌，它冲过来就往树后躲。我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就在那儿，你瞄准左前腿，我打它脖颈，听我口令。打！我去，这大家伙太吓人了吧，起码得有几百斤啊！这野猪浑身都是宝，先把它弄上马车，走。你们是哪个村的？敢在我管的地界打野猪啊？我们是山下张家村的，想进山打点猎物。这野猪啊，我们也是碰巧遇上的，不知道是大哥的地界。你们枪法倒是不错，野猪在这转悠有一阵了，我追了3天都没追上。那当然了，还是我小伟哥厉害，他一下就知道野猪在哪儿，我们没怎么费劲就抓到了。肉我们分你一些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们还带了些盐和肥皂，都分给您些。这盐可不便宜，我都1个月没吃上盐了。啊，看你样子是常年在山里吗？我叫孙毅，我在这山岭上住了10几年了。这野猪你们能打下来是你们的本事，我不会抢的。大哥，我是张伟，这是我兄弟大壮，打猎的规矩不能换，盐送你，这肉啊我们也分你一些。只是我们以后想常来打猎，想跟大哥谈个合作，不知道你有兴趣吗？怎么合作？深山里啊，我们容易迷路，来打猎的时候，大哥就给我们当向导，我们可以从山下带你需要的东西，打到猎物啊，我们分您提成。你们要是能经常给我带东西，当向导不是问题。这山里的路啊，我闭着眼都能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1周上山1次。好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跟人说过话了。走，去我屋子里暖和一会儿再下山。行，走。待会儿我给你烤点野猪肉吃吃，蘸盐，肯定香。你这屋这么多兽皮，都是您自己打的？哎呀，这算什么？我去年还打了一只熊呢。哟，叔，这狼皮可威风啊！你怎么不把这皮给卖了呀？这皮子卖了能赚不少钱呢。去年我打那只黑熊的时候，不小心伤了腿，走不了远路了。这皮子运下山啊，太费劲，
还容易被抢，一来一回啊，折腾够呛。哥，你要是信得过我们，这些皮子我们下山的时候把它拿到城里卖了，上山的时候我再给您带回来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我信不过你，还把你们带到家里啊。这山路不好走，我也不能让你们白干活。卖了钱，咱们3-7分。没问题，有钱啊，咱们一块挣。这山里的猎物确实不少，只是我一个人能力有限，有你们帮忙，今年冬天肯定能打不少猎物。行，这个我跟壮儿也不多留了，我们得趁太阳下山之前呢，到县城里啊，把这肉全卖掉，1周之后再来啊。行，我给你们把皮子装起来，还有些草药，你们一并带上。嘿，那俺走了。哎，同志，你们上午不是来过一趟了吗？我们下午啊又搞了点儿，你看看还能收吗？收。你这一趟把我这一冬天的任务完成了。这狼皮毛色光亮，没有破损，你这手艺真厉害。哎，那草药呢？还收吗？收。这样吧，狼皮100块，野猪皮55块，兔子10块一张，这些草药给你算45块，总共280块，行吧？可以，我给你拿钱啊。哎，你们再有好东西啊，直接往我这儿送，我给你们按最高价。哎，好，壮，你的。哎，不行哥，你上午已经给我买过东西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哎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收着。哎，小伟哥，怎么了？有人拦路，估计想抢钱。谁要抢我们？小伟哥，我们怎么办？大壮，你怕不怕？就这俩人，我还真不怕。想要抢钱，过不了我大壮这关。兄弟，我们只是求个财，20块钱就行，10项的掏个买入去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保证不了你们活着回去。想吃白食也不打听打听你是谁？大壮，你左我右。不是，这不谈判直接干啊！这是我们身上所有的财物，孝敬2位老大。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，净想着不劳而获。武器我收了，以后找个正经活干啊，总能养活自己。滚吧！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走。哎，大壮，我们走。走。哥，你打到野猪了，比我个头还大。小磊，这是哥给你带的水果糖，一天只能吃1颗。谢谢哥哥。嘿。哎，爹。哎，一路上都挺顺利。顺利，爹，这不还有意外收获？啥意外收获呀？我们进山里的时候啊，认识了一个猎户，以后进山都不用迷路了。哎呦，这野猪这么大，太危险了。咱家不缺这口肉吃，你以后不要进山了。娘，看我这不是没事吗？爹，您去把这个猪肉分一分，给大壮留一些，剩下咱自己分分。哎，行。哎呀，现在咱家小伟不像以前总是那么毛躁了。娘，这是我卖皮子挣的钱，买了些日用品，还剩106，剩下的还给你。这比你爹干半年的农活挣的还多呢。这只是开始啊！咱们家以后要成为万元户。小磊，去把全村的人都喊过来，今天咱家请全村人吃全猪宴，让村里人知道小伟多争气。以后啊，就再也没人在背后嚼舌根了。爹，我这就去。这野猪可真大，好几年没见过了。这山里的野猪吃得好啊，就这膘看着，怎么也得有3指厚。这油炼完呐，把它放凉屋子里，能放大半年呢。今年宝祥家是有好油吃了。嘿，以小伟这本事，宝祥明年都不用喂猪了。等秋天到山里转一圈，拉2头猪回来，1年的肉、油都够了。我这真没什么，主要就是运气好。这都是沾了我家小伟的光，这留在父母身边不也挺好吗？小伟这一趟回来变化可真大，不像那个王铁柱，全村人都待他不薄，结果他不争气，前2天还偷抢大壮的肉吃来着。哎，
那不是他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脸皮真厚。别管他了，给这肉收拾干净了。老张，我等着吃肉呢啊！好。哟，大壮，张伟居然这么大方，给你分了这么多猪肉。这是张伟哥分给我的，你少打主意啊！啊，我就说了吧，张伟打了野猪，你还不信？张伟以前有什么好东西，都是第一时间来给我的，他怎么变了这么多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见者有份儿。他的就是我的，张伟以前就是我小弟，给我拿了！你，张伟不给你吃肉，哥给你吃，走，哥给你回家炖肉吃。你给我拿来，让张伟哥给我的。大壮，我可是你长辈，小辈孝敬长辈，天经地义。张伟以前就是我小弟，你现在以为张伟给你撑腰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是吧？给我滚一边去！我们走。你，小伟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真没用。大壮，你铁锅来我们家了？你咋了？小伟哥，我的肉被王铁柱给抢走了。欺人太甚！走，我们找他去。走。阿姨，这肉是我今天刚打的，你尝尝，老香了。铁柱真长进了，有了肉还知道想着阿姨。那张伟最近也打了不少东西，听说也打了个野猪啊。阿姨，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天天上山打猎，保准您跟林梅天天有肉吃。哎呀，少吹牛了你！王铁柱，抢大壮的肉借花献佛，你小子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不是，这肉是我自己打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抢的？阿姨啊，这肉是我跟大壮冒着生命危险从林子里猎来的，你们要想吃啊，我可以送你们，何必抢啊？小伟，你消消气。铁柱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姨，你别听他的，这肉是我自己打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抢的？你们别空我白牙诬陷我啊！这肉明明是我的，是你当着林梅面抢走的呀！小伟，你消消气，这个东西要是你的，我就让他还。阿姨，你别管。张伟，你以前就是我的小跟班，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转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今天你要么把肉还给我们，要么赔钱。你少威胁我，这肉又没写你名字，我就不还。你想怎么办吧？哼！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别说是城里，我的村里都抬不起头了。这肉我已经剁了，你想怎么着吧？这猪肉少说得20斤吧，我不多要你的，50块钱。这么多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没钱啊。没钱就用你家里的粮食来抵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去拿呀！再闹，等村长来了就不好收场了。就这点啊？这哪够啊？这点肉，就当我跟大壮送给你了。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大壮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谢谢小伟哥。这剩下的肉当我们送给你了，再有下次我就去报案。好自为之。小伟哥，这王铁柱不会又要过来捣乱吧？看着不像就他自己。张伟，我来给你赔个不是。前几天是铁柱的错，我来替他向你道个歉。你也知道，他从小就没父母。我不用你道歉，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。这是我攒的鸡蛋，还有这块布料，回去给婶子做件衣服。你的东西我不要，要是没别的事情的话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张伟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前几天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该嫌弃你没工作的。你明知道王铁柱是什么样的人，
还天天跟他纠缠在一起，现在又找我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的事情我不想掺和，我现在忙着赚钱呢，没空。走，大壮。哎，伟哥，我怎么感觉他怪怪的呀？与咱无关，咱们呀，早点去找孙大哥会合。走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哥，这是上次卖皮子的钱，一共160，你点点。不用点，我在山里用钱不多，这钱我们5-5分。哎，别，拿着，不然我不跟你合作了。哎，行，那既然哥都这么说了，那这钱我就收下了。这包茶叶给孙大哥煮茶喝，这是我爹专门从县里托人买的，治疗腿伤很有效果，你尝尝。谢谢兄弟，也替我谢谢叔。嗨，没事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打猎啊？我把东西收起来，只要你能把猎物找到，我就能把它带下来。行，那咱现在就出发，走。等等，前面有狍子，前方100米有3只狍子在吃草，还有2只在树后。你咋知道这么准？我都没看见。俺小伟哥可厉害了，猎物可是几百米就知道在哪儿。嘿，孙大哥打左边那只，大壮打右边的，我打中间那只。听我口令开枪，3、2、1，开打！我去，哥全中了！我们今天真是大丰收啊！我以前独来独往习惯了，觉得自己这一身本领在这深山老林里也算是逍遥自在。没想到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！这位兄弟怎么有这么厉害的狩猎技术？全靠咱们配合的好。这狍子呀，皮至少能卖50块，加上肉应该能卖不少钱。孙大哥，大壮，我们先把狍子带回去，收拾干净。皮毛得小心点，别弄破了啊！走，走。这剥狍子皮得顺着脊椎划，不然这皮毛就破了。这狍子的密度真不错，能卖一个好价钱呢。我就说吧，跟着我小伟哥准能挣钱。小伟，你这听声辨位的本事是咋练的？我在山里10几年了，我都不会。我这个本事就是上山玩的时候跟猎户学的。哥，这肉我们留你一份，剩下的我跟大壮去卖点钱。行，你定就行了。哥，咱晚上能吃狍子肉不？这玩意还没吃过呢。能，这么多肉包够你吃的。先干活，赶在收购站下班之前把货给卖了啊！哇，小兄弟啊，你这皮子发根没有损坏，毛色有光泽，这技术不错呀。那这样，一共是5张皮，我一张给你按55算，那一共就是275啊。您看这处理好的狍子肉，您收吗？狍子肉？哦，收。现在城里缺肉，肉贵，那就1斤1块5，这差不多得有100斤，那就给你按150算。可以。行，我给你点点啊。275加150，就是425块钱。哥，我们这一趟赚了400多。嘿嘿嘿。给点点。说好了，以后有好东西还是先给我这儿送，我肯定给你们最高价。好嘞。大壮，拿着。哎呀，哥，这才过了几天，我都赚这么多钱了，以前我想都不敢想。不早了，咱们去完供销社也该回去了。哥，先走了啊。行，不送了啊。哥，你又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啊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呦，就惯着他吧。哎呀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净乱花钱。这些钱你自己留着，花这么多钱，日子怎么过的呀？哥，这麻花真香啊！今天在山上打了几只狍子，卖了不少钱。爹，这是给您做的帽子，您试试。哎呦，娘，这个围巾是给您的。哎呀，蕾蕾，玩具是给蕾蕾的。围巾看着真暖和呀。在屋里肯定暖和呀。
小伟，那袍子真那么值钱？那当然了。山上值钱的猎物很多，再加上孙大哥给我们指路，我们只要配合好就行，能打到不少猎物。以后的事情你自己做主，爹妈也衬托不了你什么，凡事先注意安全。你放心吧，爹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明年开春要分地啊，到时队里的东西也要分，咱们就提前准备好。拖拉机咱搞不到，找个马或骡子还是可以的。真的要分地？消息可靠吗？是真的，昨天很多省份都已经分过了。但是每一家每一次可能就只能分到2亩地，这政策确实快了。爹是种田能手，小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到时候家里有地，就能天天吃到细粮了。2亩地也行啊。如果能把东西种好了，麦子也能打几百斤，苞米那更多，种好了能上1000斤呢。这要是能分上地，咱们就吃喝不愁了。现在我的钱还不够买拖拉机，但是我听说分地的时候，咱家要是会抽到马或骡子呀，咱就买下来。到时候咱家分出8亩地，没东西拉可不行。上辈子分地分产的时候，我爹抽到的马是最好的马，可是因为家里没钱放弃了，这一世我必须拿下。娘，加上上次给您的钱，应该够了。一匹马不到200块钱，上次给的钱现在还没用完呢，你自己先存着吧。你自己留着吧。自己留着吧。行，那我就自己先收着了。你这次回来就跟做梦一样，本来觉得这个冬天就难熬，这一下子咱们家竟然有这么多钱。不早了，爹娘，早点休息。好，我明天歇1天，后天要去山上一趟，这次可能会多待2天看能不能打多点猎物。好，走吧。哥，这是卖袍子的钱，天冷了吧，所以我想着上山几次，多给你带些吃的用品什么的。钱我只要这些，其他的我不要。你们已经带这么多东西了，要不然我就不带你进山了。行，孙大哥很仗义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，这些钱啊就当是暂存到我这儿。我拿个东西。这个送给你们，就当是谢礼。孙大哥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跟棍子一样，有粗有细的？干马鹿茸？哎，不行！这就是鹿茸啊！我听收购站说，这鹿茸都是按克重收的，那我们岂不是能赚很多钱了？现在鹿茸价格还不算高，但干皮100克也10几块钱了，这一只就能卖100-200块钱，一辆自行车的钱。送给你了，你给我带来这么多的东西，这不算什么。对了，还有一只黄角羊，等会儿下山的时候你们一并带上。那些东西也都是咱打猎的钱买来的，但如果没有你们，那些东西根本卖不了钱。我之前也尝试下山卖过，但是当时只换了一点粮食，连这一半都没有啊。这只鹿茸放收购站能卖100多块，对方就是赚一半也得给你70-80啊，能买不少米面，怎么才换了一点粮食啊？他们可能看我是山里人，不懂那些，后来我也就不再听，所以你们更得收下了。自从咱们3个一起合作，我这生活比以前好多了。行，这鹿茸啊，那我们先收下，以后咱就是兄弟。你想下山生活的话，你就尽管提就行。我这辈子就在山里过了，但是你们来的刚好。昨天有一只狼下来，我给它打伤了。今天晚上一定会有狼群来报仇，我们晚上去打狼。小伟哥，你听到了吗？咱们要去打狼了！我要是能打到一头狼，村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行，那咱仨今天下午好好休息，晚上跟孙大哥一起。好嘞。小伟哥，我一想到要打狼，既高兴又害怕呀。狼这玩意儿啊，狡猾得很，我们都打起12分的精神，不能松懈。小伟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。
孙大哥，那边树林子里有一头狼。哎，怎么只有一只啊？这只狼应该是来探路的，不急。是野猪，应该是狼群咬伤了。等头狼来分食，在距离我们50米内的林子，至少有几十头狼正在靠近。哥，咱什么时候打？擒贼先擒王，等狼群到了，确认头狼之后再动手。头狼一旦没了，剩下的狼群就会大幅度撤退。到时候再打。头狼在最后，体型最大。大壮右路，孙大哥左路，听我口令，集中打头狼，记住打咽喉。狼皮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脊背那块，千万别打烂了。好。就是现在，打！哎，小伟哥，我打中了，打中了！别松懈，混蛋，快！好。小伟哥，我去把狼给扛回来。别，再等等，小心为上。狼群没有头狼，估计会观望一下。哥儿几个，狼群跑远了。好小子，你这枪法可是越来越准了。哥，回头你放几只狼夹，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。行，先把这几头狼带回去。太冷了，走，去看看咱们的战果。走。好。小伟哥，我回去之后啊，一定要告诉我爹，我打到狼了，让他高兴高兴。孙大哥，前面草丛有野猪群。那这只野猪应该是落单了，才被狼群咬死了。野猪群，那得有多少肉啊？他们在松树附近，应该是在找吃的。看样子应该是找了根据地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换地方。现在不打，明天一早我们再来。可这么多，你们一趟能带下山吗？明天打完看看，赶了马车应该差不多。实在不行就跑2趟。这野猪皮虽然不如狼皮值钱，但肉多。供销社现在的肉啊，可紧俏了，买的人可多了，找个地方都卖了。行，那咱明天一早再来。明天得带够弹药，最好先下几个大套子。野猪力气大，打中了也未必能放倒。孙大哥，咱先做好准备。没问题，先把这狼皮回去给他处理好。好。哎呀，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打到狼。以前山里还偶尔有猎户，后来渐渐都下山去了。我一个人也不敢贸然跟狼群对峙。哥，这狼皮狼肉，你看看自己留多少，我跟大壮拿剩下的就行。嗨，我要这些没用，不然上次也不会把狼皮送给你。明天打到野猪，给我留一些就行了。行，那我下次进山的时候多给您带点粮食啊。今天早点睡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野猪。小伟哥，抓野猪的陷阱布置好了。这几棵松树啊，间距正好，野猪冲过来就会被勒中。有野猪，在这里太远了，还得再靠近一些。等会儿打起来，就把野猪套子往这边移。行，没问题。走，走。来了，这些野猪脚步很急，可能发现咱们了，咱不能等了，准备，打！小伟哥，野猪跑了，咱们去追吗？不追了，咱这次啊收获已经不小了，一共9只，个头都很大。我打中了2只母猪。这2天可真是太刺激了，这野猪有点多，我回去下马去。哎，不用，孙大哥，我有办法，用这个吧。这塑料布很厚，把野猪拖下山，它经得住。这个办法好啊，小伟，真没有你想不到的事儿啊。那是，我小伟哥一直很厉害。都是之前的猎户啊传授给我的。快把野猪搬上来吧。嗯，6只狼，9只野猪，还有1只鹿茸，留1只狼皮回去给小磊，剩下的都卖出去，又能多一笔存款。距离万元户就又近了一步。走，
老板，哎呦，小兄弟，这么几天你就打了这么多呀？哎呀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！你看这次值多少钱？这个狼皮比上次的要好，100块钱少了，给你算120一张。然后这一共是5张，那就是600块钱。这野猪皮呢，还是按1张55块钱，差不多是9张。那我给你495。狼肉和狍子肉的话，一样还是1块5，360斤就是540块钱，加起来一共是1635块钱。哇！谢老板。我还得谢谢你呢，要不然你给我弄了这么多好货来呀，我这冬天的指标都不知道怎么完成了。你看看这黄羊角值多少钱？哇，你这好东西不少啊！这鹿茸和黄羊角保存的不错，品质也挺好，能定个1等价格，就按照每100克16块5，一共差不多有3斤3，那就275块钱。谢老板。谢老板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大柱啊，喏，小伟哥，我只要1张就够了。那个你看，我家就我跟我爸2人，你家里还有小磊呢，花钱的地方多。再说了，我这是跟着你干的，不能拿的钱跟你一样多吧？行，那就听你的，什么时候需要再找我拿。行哥，这么多野猪肉，咱们不跟着一块卖给收购站吗？收购站肉便宜，咱们去四海居饭店，年底了多赚一点是一点。走，好嘞。走哥，好。是哪2个人要买肉啊？这是什么肉啊？你好，老板，我是张家村的张伟，这些是我们刚从山上打的，看您这儿需不需要？这是你们刚打的？这肉看着不错呀，刚宰没多久吧？你可真是行家呀！这个呀是从山里拉来的，刚宰的。你要是要的话，不要肉票。收！我们这儿吃肉的人多，今年收的猪肉少，我正为此事发愁呢。我叫于建军，四海居的经理。你们呀，要是能持续给我供货，我给你们抬个高价钱。这野猪鹿狍子、狼啥的是能有，但其他的不一定。不碍事，你打了只管给我送过来，我看情况收怎么样？我这是个饭店，就是做菜用，收的不多。我今天先能收你1头野猪肉，给你按2块钱1斤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对了，昨天这个私营纺织厂的刘科长在我这吃饭，正为年底的福利发愁呢。你们呀，现在需要找地方卖这个肉的话，可以去看看，还有什么糖厂煤厂都需要这个。你们先等会儿，我去叫人把秤拿过来。哥，那我们剩下这么多猪肉怎么办？剩下猪肉呢，跟大伙分一分，再去于经理刚刚说的纺织厂去看一看，他们收不收？保安大哥，你说你能帮我们后勤部解决难题？你谁啊？你有介绍信吗？我这听说你们这边出问题了，就想着把东西直接送过来。要不你给你们科长打个电话得了。打电话倒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你这马车上装的是什么？我们在山里打的野猪，新宰的。你们过节不是得发福利啊？野猪肉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就给我们科长打电话。好。喂，科长，我怎么敢哄您呢？这马车就在我眼前呢，那车上全是肉，可新鲜了。好嘞。电话打完了，我们科长一会儿就到。我们科长可是走南闯北回来的，你要是骗他，他分分钟就能看出来。放心，小兄弟，我心里有数啊。你好，刘科长，我是张家村的张伟。你好，你就是小王说有肉那人？是我，刘科长。这猪是我们从山上现打的，足足有7头呢。张伟是吧？你这肉挺不错的，挺新鲜的。但我们纺织厂没那么多人，要不了那么多，我们就要5头就行了。那咱聊聊价格。
你的品质要是都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做主，按1块5一斤。哎，刘科长，这么好的肉，不光你们这里要，很多都要抢着要呢。那你说什么价？1块8一斤，至少给我们宰猪的朋友一点人工费嘛。年轻人，我以为你要狮子大张口呢，这也没加多少，我可以拍板，就按1块8一斤。哎呦，刘科长，你可真是给咱们厂长解决了个大难题啊！咱今年的福利可真好，我们家好几个月都没吃肉了。本职工作而已。哎，别愣着了，去找人出来卸车。好嘞，我这就叫后勤部的人来。科长，这么多肉，咱们一家子怎么也能分个7、8斤吧？快点干活，我还等着给小兄弟结账呢。哎，好。来，谢谢刘科长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好嘞。白叔，这是干啥去了？这不是年底了吗？很多单位发福利，我们看看哪里收。王股长这个点出去忙去了，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。哦，你们这马车上是猪肉吗？对，是猪肉，现杀的野生黑猪肉，可新鲜了。啊，你们供销社猪肉是多少钱收啊？你这猪肉看着好，要说怎么也得1块8、9吧。不过采购这事儿啊，我说了不算，得等王股长来。行，那王股长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刚出去办事儿去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这人喝了多少啊？大老远都闻到一股酒味儿。哟，这么多猪肉啊！这猪肉看起来挺新鲜啊。啊，刚宰的，先拉过来2只，看你们这儿收不收？哦，先拉过来一点，看看价格是吧？这猪肉看起来还挺新鲜的啊，不过这膘不太肥啊。既然拉过来了，收了，1块钱1斤。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拉过去过磅；不合适就拉走吧。既然王部长这么欺负人的话，那我觉得咱们没有合作的必要了。走。走。不出3分钟，他们就得掉头回来求我买他们的肉，要不然谁能收这么多猪肉啊？你看好吧。王股长，你不会真以为他们这肉卖不掉吧？人家是看在你认识家里长辈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同志，你们这肉打算卖到哪里啊？我们这肉啊，卖哪儿都行，不愁卖。同志，你先别急着走，先等一等。咱们做生意啊，有往有来，价格不合适嘛，咱们可以自己再谈。你也真是的，你不知道啊，人家从山里面拉来的，多不容易。这价格咋能从山里面收的价格一样啊？小伙子，你也别不太服气啊。我们今年夏天去山里收猪，那价格比这还便宜呢。现在给你1块钱1斤，不少了。王股长，你也说了，那是夏天，所以不能按那个价来啊，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。哎，你说什么价格？1块8一斤，纺织厂出的就是这个价。1块8一斤我给不了，我最多给到你1块6。1块8，1分不能少。你都找了好几天的供货商了，上面还在等着呢。行，收了，去过秤吧。收购站卖了差不多2000，四海区卖了600，纺织厂还卖了2000块，咱们这一上午就挣了快5000块呢，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咱们还没成万元户呢。小伟打到野猪了，太厉害了呀！嗨，全靠认识的猎户朋友，我们就是打下手。有事吗？张伟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婶子肯定高兴。所以呢？这是我给小磊买的水果，你带回去吧。不需要，我们有钱买，不用你买。张伟，不就赚了几个钱嘛，也不请村里人喝酒。上次抢大壮肉的事儿，没跟你算清啊。王铁柱，我现在可不怕你了啊！你信不信我一拳揍扁你？我回去做猪肉炖粉条，大家晚上都来我家吃饭。好。哎呀，看看他，就是不玩好。回家。走，哥。哎呦，林梅这是后悔了吧？现在小伟发财了，又贴上来了。谁让他当初嫌弃小伟被开除了？是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？哥，你拿的什么？狼皮，给你玩的。哥哥，这是真狼皮吗？
那你以后能不能教我打猎呀？打什么猎呀？好好读你的书，长大呀去大城市发展。哎，来，吃饭啊！来。哎，这是婶子让我给小磊找的资料书，我带来了，里面还有一些我的笔记，可以给小磊看看。这不是小磊啊，要读书了。咱村里就婷婷学习成绩最好，我就寻思着借点书来给小磊看一看。倒是不着急，这孩子这么着急给我送来了，我去给你拿钱啊。嗨，不用，婶子，不用，这些书我都用不上了。张伟，你快劝劝婶子。嗨，我妈她认定的事儿啊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我把钱先给你。张伟，其实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张伟，能不能让我跟你学做生意？做生意？你怎么突然想起做生意了？我娘她身体一直不好，家里现在连药都买不起了，所以我才想学做生意不是什么事儿。但我在城里听到小道消息，咱们公社大队要建学校，你要不可以考下试试？我记得上辈子因为知道的晚，李婷婷后来只是考了个大队小学，但以她的高中水平，去教公社初中完全没问题。真的吗？确实是真的。你现在开始复习的话，到时候考到初中去教书，一个月工资有几十块。做生意有风险，你还得照顾你娘，我觉得还是当老师更适合你，你觉得呢？可是我家现在……这样吧，我先借你50块钱，等你发工资以后还我。这么多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。放心，以你的能力很快的。不过不着急还，说不定以后小磊还是你的学生呢，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关照。给。那我先给你写个借条，我一定还你，谢谢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婷婷怎么走了？我这钱还没给她呢。她有急事儿就先走了。妈，吃饭。哦。张伟，队里已经通知了，跟你之前说的一模一样。队里把所有初中以上毕业的人都通知了，我们下个月就考试。那你有把握吗？8成吧。我之前在家没事的时候，就会经常翻看课本，然后等到考试前再集中复习一下。那肯定没问题，好好考。这是我送你的手套，谢谢你之前告诉我这个消息。这个是我昨天晚上熬夜织的，不知道合不合适。肯定合适啊，谢谢啊。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小伟哥，行啊，我觉得婷婷对你有意思呀。行了吧你小子，咱找孙大哥去，走。前面有7、8只野山羊正在休息，他们都挤在一起，目标大，这个时候打他们呀最合适了。那我们现在打吗？打，能打几只就看咱们的运气了。好，第一枪打过去，他可能会四散跑，最好是一枪打中。我打左边，孙大哥打右边，大壮打中间。如果把山羊惊起来的话，就随便开打。准备开枪，3、2、1，打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现在不追吗？这羊跑了肯定有受伤的，我们现在追不是正好吗？野山羊现在正是逃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跑死也追不上。但如果他发现后面没人追，跑个几百米就停了，加上被打中的伤口不停的流血，他们也就跑不动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小伟，你们打猎的经验马上就超过我了呀，你行啊你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大壮留下来给羊放血吧，不然回去带的时候不好带，好吧？我和小伟去追，这血量出得大，应该跑不远。走。这野山羊不小啊，看着比普通的大多了，不止50公斤吧？多亏了你，每次都能找到猎物。我记得
前面山谷里出现过黄羊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去看看。我给这羊放血。哎，黄羊角自不解毒啊。哟，王股长，你这大忙人怎么今天想起来我这儿了？嗨，地区供销社啊，有位领导非得要整根的羚羊角，我来你这儿看看，能不能搞到？羚羊角我这儿没有，但我知道哪儿有。别卖关子，快说哪有？真的呀？嗯，行，我走了。哎，这肉已经称完了，我给你们算钱啊。哎，好嘞。小同志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您说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想见见你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哟，王股长。小伟啊，是我。不是，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小伟啊，我听说你认识你们山里面那个猎户，他能打到黄羊是吧？啊，可以。哦，是这样，你们能不能带我进山打一次黄羊啊？行啊，有什么报酬啊？报酬？你想要什么样的报酬啊？我知道黄羊的巢穴在哪里。如果你可以提供枪械的话，我打到了，给我搞个双筒沙枪。这不可能。这一个黄羊才多少钱嘛？啊，一个双筒沙枪最起码要好几百呢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打到2只，我就给你搞一根气枪，这气枪也110块钱了，怎么样？气枪不行，最少也是小口径的，不然你再找找其他人吧。哎，确实啊，这黄羊出现的地方不好找，主要是能找到的人呢也不好找。行，那咱们先说好了，得打到2只。可以。那咱明天什么时候去？明天早上在那个进山口集合。好，可以。走这个方向。张伟啊，这还有多远啊？小王，你这明显缺乏锻炼啊！嗨，是，秦主任说的对啊，我回去得好好锻炼。小伟哥，这领导说话就是不一样啊！小同志，咱们把速度放慢一些，照顾一下王股长。今天能打着黄羊就行，不用特别赶。咱马上到地方了，黄羊敏捷度很高，速度也很快，听到点动静的话就跑了，所以你放心，咱们秦主任那可是老猎手，只要猎物被他盯上，那就跑不了。那就行。黄羊就在这片灌木丛前面。在哪儿啊？在那个方向。小兄弟好眼力啊，这只我来打。哎呀，秦主任这是好枪法，一枪毙命。走去看看。走。是只母的，没角。你们是要黄羊角？是的。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还有黄羊，但能不能打到就不知道了。走，看看。小张同志，这羊角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只管带我们去。行，那走吧。这只羊等我们回来再处理。走。前面就到地方了，咱们步子轻点，待会儿翻上山的时候，子弹最好上膛，做好射击准备。好，听你的。不对，黄羊听到动静了，要跑。这些黄羊太聪明了，居然知道逃跑的时候四处散开。1只2只，秦主任这是好枪法呀！我打了1只，你打了2只，总共4只，角度不错，你看应该够用吧？小口径，放心，我记着呢。小张同志，我看你对这山里很熟悉，枪法也很好，是经常打猎吗？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就想在山里找找路子。年轻人就应该多闯一闯，你打到的那只就归你了。咱说好了是帮忙。而且王股长答应了，给我小口径。这黄羊秦主任都带走吧。
大壮，咱们帮秦主任抬下去。哎，知道了，小伟哥，走。小张同志，这次你帮了我大忙了，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有空啊，来地区玩，找我就行。那就谢谢秦主任了。小王啊，这次要没有小张同志，事情可没那么顺利。是，你得好好感谢一下小张同志。以后如果我们还要进山，可能还要麻烦他的。明白，主任我明白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们回头再联系。哎，好嘞，慢走，秦主任。小伟啊，上次是我误会你了呀。嗨，我之前还以为你是个没良心的人，没想到这么有本事，还讲义气。你之前说的小口径，我现在就给你去拿啊！好。嘿，哎哥，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能屈能伸？可能是吧。这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小口径的。我还给你带了包子弹。你今天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！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啊！哎，那就谢谢王股长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大壮，咱去买些粮食，走。好嘞，哥。同志，有特价粮吗？大米7毛8，面粉5毛。来100公斤米，100公斤面。啊？多少？100公斤米，100公斤面，这不会没有吧？啊，不会，我们这儿有这么多。你确定要这么多吗？行，那我现在去仓库那边给你装。好。哎，不是小伟哥，你买这么多粮食干什么？这粮食吃不完的话，到开春容易发潮啊！这粮里边有你跟孙大哥的份儿，趁特价能便宜，赶紧买，不能一直吃粗粮，对吧？小伟哥，太感谢你了，你以后让我干什么，我就跟着你干什么。咱现在啊，先把这些粮食搬回去啊。哎，好嘞，哥。哎，小伟哥，你看那两人像不像王铁柱跟林梅？爱谁谁，不管他。哎，你大度不跟他们计较，我不行，我去吓吓他们。干什么呢？是张伟，他肯定后悔了。来，咱们继续。我要回家了。张伟，我告诉你，我马上要去城里印刷厂当学徒，林梅马上要跟我去城里过好日子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！装什么呀？你们随意，我并不关心。你，小伟哥，快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听姐姐说你刚在山里打了狼，我还没见过呢，就求着姐姐带我去你家看狼皮，结果你不在家。不过小磊带我看过了。小伟哥，那狼真是你打的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刚考完试，本来想告诉你我今天考得还不错，但是小海知道了，非闹着要一起去看狼皮，我就带他过来了。就知道你行，狼是我打的，等下次如果打到狼皮，我送你一张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算了，我已经看过了。姐姐说了，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。小伟哥，打狼是不是挺危险的？我就是埋伏在那里，等狼过来啊就开枪，然后就打倒了。我就说嘛，打狼肯定不难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打那么多？我要是去了，肯定打得更多。哎，王铁柱，你装什么呀？就你那胆子，看见狼你不得吓得尿裤子？那又怎么了？林梅不还是选了我？刚刚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得手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跟他没关系，你爱上哪上哪，滚蛋！等我娶了林梅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说。切！天黑了，我送你们回家吧。哎哥，我帮你把粮食拿回去。嘿。哥哥，你这把枪好漂亮，比咱墙上那把还威风。这是哥德的新口径，打狐狸、兔子都合适。那要去打猎吗？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？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捣乱，就在旁边看一看。狐狸我就没见过呢。你还太小，太危险了。等你长大，哥再带你去啊！求求你了，哥哥，就这一次嘛！遇到危险我就跑，我跑得可快了，还能爬到树上呢我。
那哥就带你去一次，但不许乱跑。好呀，我要去打猎了。嘿，哥，谢谢你，我又学会了很多打猎知识。今晚打什么猎呀？别动！哥，怎么了？前面有一只赤狐，贴着我蹲好，捂住耳朵。哥，跑了！狐狸跑了！跟紧我，走。哥，打中了！打中了！走去看看。哥，狐狸肉好吃吗？肉应该不好吃，这些皮啊能卖不少钱呢。这狐狸还没有羊大，能卖多少钱啊？够买你1年的水果糖钱了。哥，今天咱们晚上还打别的吗？前面啊，我下了几个兔子套，咱们去看看有没有兔子。在哪儿？我想吃兔子肉。走。哥，有2只兔子，你快看。哎，小心点儿。还有没有？我们接着打。咱打了一天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不能再往里走了。哥，我还想跟你打猎。等你什么时候有能力照顾好自己，那就再说吧。走，回家给你烤肉吃。我喜欢吃烤肉，嘿嘿。爹，小伟你回来了，正好跟我去趟村长家，村里同志要去开会，估摸着是你说的要分地了。小磊，你在家待着，我跟爹出去一趟。哎，哥，这是干啥呢？好事儿。啊？哼，装模作样。哎，人都到齐了吧？安静一下啊！我宣布2件事儿。第一件呢，是宣布一下通过县里考试的人，那个李婷婷留在公社中学，那个李小慧在中心小学，林梅是通过了乡里的考试，就留在队里教1、2年级。姐姐你考上了，以后你就是初中老师，可以领工资，不用当农民了。没事儿，等我去城里了，给你找个更好的学校。别说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再宣布第2件啊。上面呢，让咱们队里边分地跟对产。地呢是按人头分，1人2亩地，那个抓阄定地。对产呢，那个马牛什么工具啊，也是按抓阄，按队里面定价，拿钱买定。没钱的呢可以放弃，有钱的可以尽买啊。来吧，开始抓吧。哎，哥，咱马上就有地了。你也有自己的地了。爹，你手气好，没事，别紧张。开始抓。行啊，这我抽了8号和36号，呀哈，老张可以啊。8号是咱村东边那个好地，36号是那匹马啊。行啊。叔，这马我们要了，多少钱？马定价是260。大壮，你抽的几号？抽到的是6号跟19号。6号是挨着小伟家的地，19号是那头驴，标价100块。大壮要不要？村长，这马跟驴啊，我们都要了。哎，行，下午就可以牵马跟驴啊。好，谢谢叔。小伟哥，这些钱要是不够，我下午再回家取。还要跟我种地呢，以后你爹他身体不好，下地干活需要点帮手，这笔钱就当你的福利了。谢谢小伟哥，以后我一定跟着你好好干。我这是2号跟15号，我是啥呀？2号是后山那个贫瘠地，15号啊是对产工具，没有牲口。没看错吧？你再看看，我运气一向很好吧？你们是不是一块算计我？这话咋说的？大家都在这看着呢，是上面让抓阄的啊，别人都没意见，咋到你这事这么多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，我以后也不会在这山沟沟里待了。行。好了，9也抓完了，大家都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种地吧。哎，村长，我拜托你找的票的事怎么样了？
哟，我差点忘了。来，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都有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！哎呀，咱们村儿都没几台这样的。行，谢谢村长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先回吧。啊，好，走了。哎，今儿高兴，小伟啊，来陪爹喝一杯。行。但是啊，咱少喝点。沾小伟的光，咱家这白面馒头都吃上了。娘亲，这白面馒头怎么是甜的呀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啊，让咱家每天都能吃到白面馒头。小伟哥，大壮，婷婷，小伟哥，小伟哥，我买了些点心，买的不多，你别嫌弃啊。婶子，这是我买的布料，应该能做件棉袄。要不是小伟哥提前告诉我考试的消息，我也不能准备的这么好。小伟哥，我明天就去学校里教书了，等我发了工资，一定先还你钱。别，我真没做什么，快拿回去啊！不，小伟哥，自从跟了你之后，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你要是不把这些东西收了，我心里不安生。我也是。行，那你们以后啊，千万别破费了啊！大壮、婷婷，婶子刚蒸的白面馒头，给你们带点回去尝尝。婶子，哎呀，要你拿着就拿着，今天对咱们3家来说啊，都是好日子。那个天也不早了，那我也不强留你们了，赶快回去跟家人吃饭啊！我爹好久没有吃到白面馒头了，谢谢婶子，谢谢小伟哥，谢谢婶子。以后他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来问我。回去吧。好。大壮，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来，给我看看。这是小伟哥给我的，你别动啊！张伟，又是张伟，一个个都跟着张伟。壮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跟着我，保准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你那么厉害，你怎么不去买东西吃啊？为什么要抢我的？居然是白面馒头！你给我拿几个？这都是小伟哥给我的，你这不是糟蹋粮食吗？王铁柱！你他妈冲我吼什么呀？啊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告诉你，我铁柱吃不上的东西，谁他妈也别想吃！张伟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说过了，我再看见你打大壮一次，我就打你一次。王铁柱，我已经不是以前你能任人欺负的人了。你要是再惹我跟张伟哥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小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走得急嘛，我要去街上买点东西，我就回来了。我看到铁柱在那犯浑，就马上扑过来了。以后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就还手。好嘞哥，只是这馒头人没事就行。明天一早带你办事儿。同志，这缝纫机多少钱啊？160。这么贵？这还贵？买不起就别在这浪费时间。给钱，我要了。嗨，这就给您从仓库拿新的。等会儿，再要辆自行车，一并拿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稍等。不是，小伟哥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娘年纪大了，有了缝纫机啊，做衣服就省力方便多了。买了自行车呀，是因为家里能种地，那马就留在家里自己用。咱们以后啊去山里打猎，骑自行车上去方便，比马车快。收音机是给孙大哥买的，他一个人在山里，有了收音机啊，也能听到外面的消息。小伟哥，我以前只觉得你打猎厉害，但现在我觉得你考虑任何事情都比我考虑的周全。这钱啊，就该你赚。我说了，钱呢，咱们一起赚。有了好日子呀，咱们一块儿过。一会儿啊，你带着缝纫机跟收音机先回家啊，我去学校看一下婷婷。好嘞哥，没问题。李老师，你老吃杂面、窝头和咸菜怎么行？太没营养。咱们作为人民教师，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。我今天给你带了些肉菜，你之前都拒绝我那么多次了，这次总该收下了吧？谢谢周老师的好意，我真的不需要，我吃那些就可以了。
我一会儿还要准备回去备课。看来这个赵老师一直纠缠婷婷。哼，婷婷，我来看你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这不是正巧去城里办事吗？给你带点鸡蛋糕，快吃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是李老师的同事赵有才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婷婷的同乡，我们是一个村的。赵老师应该是早就在学校教书了吧？我们婷婷呢，刚到这儿，有什么不会的呀？你多关照啊。应该的，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嘛。你是婷婷对象吧？你放心，婷婷性格好得很，我们都愿意照顾她。慧姐，我们不是。那就谢谢各位老师啊！等下次来，我给大家带我们家乡的特产。那个你们还要备课吧？那我先走了啊。那你路上小心。拜拜。李老师，你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对象看着挺好的，还不是对象。他对你的态度应该也快了。他干什么的？都骑上自行车了。农民。农民？那你咋愿意啊？你现在可是老师，一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工资呢。他有本事，他一天能挣我1个月的钱呢。而且他人也好，待人待事都很好。这样的人很少见，就算是农民，肯定也有不少女孩想主动追他，你可得好好抓牢了。啊！张伟这小子居然还买了自行车，这光打猎肯定挣不了这么多，肯定是在投机倒把。张伟，都怪你！现在大壮还敢对我大呼小叫，你等着吧，我现在就去举报你，有你好果子吃！呸！妈，我给孙大哥送完收音机就回来。你就是张伟吧？对，二位是？我们是打头办的，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，同志，我是供销社的采购员，我是有介绍信的。你一个村里农民，还供销社的？别废话了，手里拿的什么？带上跟我们走，去办公室给举报你的人对质。行，我可以跟你们走。小伟，小伟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去会儿就回来。同志，这是我们的介绍信，我真是供销的采购员，这东西啊送去山里了。都到这儿了，还这么嘴硬？你连证据都没有，就想定我的罪？你这太离谱了吧！还弄坏我的收音机，有这么赖事的吗？弄坏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投机倒把至少判你好几年。听别人说就定我的罪，那我要是举报你，是不是定你的罪啊？你过来，他就是举报你的人。你一个农民，哪来的钱？又是买自行车，又是买收音机的，不是投机倒把还能是啥？就是，你家这么穷，这才几天啊，这么多大件一件一件往家搬，你不是倒卖是什么呀？吵着啥呢？不知道以为我这里是菜市场呢？你说你是供销社的采购人员？这是我的介绍信，你们可以送到那个什么什么部，随时核验。你就是嘴硬，领导，你别听他的。他是不是投机倒把，我们自己会查清楚。去打个电话问问。胡主任确认了，介绍信是真的。这是胡闹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小张同志是吧？一场误会。你看看这收音机有没有损坏？还好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愣着干什么呢？给小张同志道歉。对不起，同志。以后做事这么鲁莽，就都别干。行了，我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我建议你们以后啊，办事落实的时候别乱扣帽子。小张同志说的是，我们以后一定注意。那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随时可以走。王股长，刚才多谢你。嗨，这都是说实话吧。有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。
我听说这个王铁柱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。有时候啊，这个人不能太好，要不然他会得寸进尺，知道吗？你打算这次还放过他呀？这次我不会放过他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他现在仗着自己是印刷厂学徒，胡作非为，自认为高人一等。但是没有人会喜欢给他打小报告的人。如果把他做的一些不实曝光出来，这事简单，我给你办。喂，给我接采购部。老徐啊，是我，我是老王。那个，你们单位有个学徒，叫做王铁柱是吧？人脉啊，果然不管在哪个年代都好使。谢谢你啊。从此以后，印刷厂再也没有王铁柱这个学徒了。谢谢王股长。对了，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。村里面准备弄一个护林小组，以后啊，再进山的话就需要身份。我想这准备给你开个手续，再给你搞个证明。以后你再进山的话，你就是我们供销社的采购员，再进山就方便了。行，王股长，只要能进山，什么身份都无所谓。你之前帮了我大忙了，这都是小事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还要和你说一下。你看我这里有个活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？什么活？北方的供销社呀，每年都会采购一批台把子。台把子吧，要进山里面去编。你要是能接的话，就给你，正好可以进山嘛。一个多少钱啊？这个都是供销社统一采购价，如果你能干的话，一个是6块钱，一共要300个。至于你给你找的那些人多少钱，我就不管了。6块钱，这么高啊？这活能接啊？我回头啊，跟我们村长、跟村民们都说一声，他们肯定乐意的。你后天之前给我结果就行。工期呢是1个月。小伟啊，你知道，如果说不是你的话，这个活他是落不到你们村的，这个你明白吧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王股长。1人1天，差不多能编3个。如果村里能有10个人，20天就能完成任务。我从中间抽取1块，这活能干。收音机只能明天再送上山了。小伟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是供销社的王股长介绍的活。你可真是给咱村解决了大难题呀！这不是马上要成立林业队了，也不让乡亲们上山搞副业了。接了这一单，又能让乡亲们有一个收入了呀。咱既然要确认去做的话，那这个要求啊，得先提好，要不然啊，如果咱完成了，到时候人家不收也麻烦。那是自然，你把要求告诉我，然后工钱怎么结，到时候我跟乡亲们说一下。一台把子5块钱，保质保量，工期1个月。这价钱不低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挑那些心细的人干这活。行，咱确认的话，那我去给王股长回个信儿。必须确认啊。行，定人的事儿呢，就交给您了。我这边啊，只负责质检跟招人，进山的活啊，还得是您来。行，没问题。你挣了钱还能想着咱村里，那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行，叔，那我先回了。好。我在学校挺好的，你不用天天来看我。上次那个同事，我跟他没什么。我知道，我快进山了，就不能来看你了。给你买了些肉，好好照顾自己。等我出山了再来看你。你上次带来的东西都够我吃一段时间了，下次就别带了。你在山里要照顾好自己，山里冷，多带件衣服。一会儿还有课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你先去吧，我骑车快，等我出山了，骑自行车送你回家。好，那行，我走了。好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今天召集大家伙来呢，
就是说说这个编台把子的事儿，一个台把子5块钱，这活儿可是人家小伟给争取过来的啊！谁要想去呢，就来这报名。村长，这活不难吧？以前我家老头子编过筐。哎呀，5元一个，编10个就是50啊！这编台把子可是有讲究的，竹篾要削匀称，编的时候要密，边缘呢还要包上麻绳防磨。看看，到时候不合格的、交不了货的，可拿不到钱啊！真好。大家想干就来我这儿登记啊！明天早上进山，今天就定完人了。我报名，我儿子跟我搭伙，肯定编得好。咱2口子也报名，总比在家待着强。小伟呢？啊，伟哥进山了，说找孙大哥点事，明天进山之后他就会跟过来了。行，那明天你跟着去，小伟这样也放心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来了，好几天没来了。我想着你昨天该上山了。昨天是准备上来的，遇到点事儿，耽误了。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哎，收音机，这太贵了，我不能收，你带回去吧。你给我当向导打猎，我已经赚到钱了。这收音机啊，就是给你买的。你一个人在山里啊，就当解解闷儿。哎，以后只能多陪你打些好猎物了，是吧？欢迎收听 FM 86。这么清楚？想听新闻啊，听戏都方便。对了，我接了抬把子的活，让村里人干了，能不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啊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随便住。哎，对了，我去拿个东西。这是给你的。这是老鹿的脚，这么大得6、7公斤吧？我守了那片林子3年了，才等到它脱角。这老鹿角啊，特别值钱，你拿去卖吧。孙大哥，这太贵重了，你留着。我这是礼尚往来，这鹿角算收音机的谢礼。前儿我在山上看见一群马鹿，过几天该下山找食了，咱明天去看看。正好打完猎，我去看看抬把子情况。前方有一群鹿在啃树皮，有只公的较大。我打左边那只母的，你打公的。好。这脚虽然比孙大哥给的小点，但也能卖不少。我这枪法越来越不如你了。哎，前面山坡上有一群小猪仔，可以带回家养。对，要是能抓到，就带回家养。哼。我们先埋伏一下，再靠近一点，更好打。有野猪！哎，孙大哥，野猪往树上跑了，抬高了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着村里人来编抬把子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我看见树林里有人笑你，就跟了过来看看。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，好厉害啊！一枪就能打倒一只那么大的野猪。那小猪仔能不能送我一个呀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把野猪都吓跑了？要不是你大呼小叫，怎么会跑这么多？我们至少能多打好几头呢。你有没有常识？如果野猪往你那个方向跑了，你能跑得了吗？张伟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。我跟那个王铁柱已经分手了，我们和好吧？你误会了，你的事儿啊跟我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在山上出了事儿，我还得给你善后，你别给我惹事就行了。还有啊，想要小猪崽儿自己去打去。真小气！小伟哥，小伟哥，哎呀，刚刚听到枪响，我就知道你跟孙大哥在这儿，过来帮忙。林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是不想干活，就赶紧下山，别耽误我们进度啊！我哪儿不干活了？我就是过来关心一下你们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切！大壮，你把这些猪肉啊搬到自行车上，下水你再带回去，让负责做饭的给大家加个餐。好，那边都挺顺利的，除了那个林梅有点难说话，质量方面我也看了，一会儿等你忙完再去检查一遍。你先盯着，这些肉啊，我放到供销社去卖。那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哥。哎，快来吃肉了。哎，
我以为张伟多厉害呢，要不是我吓得野猪乱跑，他根本打不到。结果我想要只小猪仔，他都不愿意给我。以前还不是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跟着，赚了点钱就不让自己老几了。林梅，你少在这扭曲事实啊！野猪明明是你给吓跑的，张伟哥还让我带肉回来给大家吃呢。你要是不想干啊，赶紧离开。谁稀罕这点钱？天都这么晚了，我回家睡觉也不在这儿待着。哼！小同志，你这好久没来了，你这脸上的灰是刚从那边山上下来？我刚下来，肯定带了不少好东西吧？我看看啊，哇，你这是大丰收啊！这山里的鹿角都让你收来了吧？这品相都是1级没跑了。小伙子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这天再热一点啊，鹿角都变成鹿茸了，全掉下来了，我全收回来了。我数数啊，这一共有6根鹿角，1级品相的应该就得有3根，再加上之前的野猪肉和狍子肉，一共是591块6。我给你算算。谢谢。不用谢我这跟你也沾了光了。前2天领导还夸我呢，以后啊有好东西了还得想着我啊。没问题，我还得回山上啊，拜拜。哎，好。哎，小伟哥，林梅她昨天晚上走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这些质量都没问题。告诉大家多赶赶进度，多编一个，1人多挣5块钱呢。明天我拿一批给王股长看看。哎，好嘞哥。不错不错，这竹篾削得均实，麻绳缠得也紧，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批货了。王股长满意就行，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。你们村子里的人干活好啊，以后有这种大单子还交给你干。哎，谢谢王股长。哎，对了，小伟啊，你们村里面有没有人要买房子呀？秦主任在城里有套房，也没人住，想便宜卖了，托我问问，有没有人想买？要是能在县城买下房子，以后做生意就方便多了。哎，我倒是想在县城买个房子。嘿，这事儿怎么没想到呢？张伟啊，你现在正好在城里缺套房子，那秦主任要是知道是你买的，那还得再便宜些。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要是在我身上了，要不咱现在去看吧，因为我明天还得去山上监工呢。好啊，我有时间。那这样，你去门口等我，我让人先把这些东西拿进去。行，那我在门口。那好，你等我。小王，来帮忙把这些抬进去。3间正房间带2间厢房，采光好，院子里还能种菜。这房子呀，够宽敞，就是不知道王股长准备卖多少钱。不贵，秦主任说了，只要1200。另外，这屋子里的家具都给你留着，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是吧？卖给有需要的人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县城是黄金地段，对吧？像这种老房子，最起码也得2000打底。你要是把这个房子买了，那就是赚着了。行，这房子我要了。先给您交500的定金，剩下的我明天送来。还是年轻有魄力啊！明天我拿着房产证和钥匙，咱们去登记。行，那就麻烦王股长了。这辈子终于有个像样的家了。哎呀，这可真大呀！爹娘，哎，这可比咱家的院子大10倍。哎，爹娘，这房子住咱们一家人绰绰有余，而且这离供销社、学校都很近，小雷也上学了，也方便。这城里房子真齐整啊！小伟有出息了，咱老2口跟着享福了。这屋子冬天肯定暖和。老张啊，你儿子真有本事。我儿子可是村里的第1个万元户。王股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上次抬靶子的钱还没给你们呢，我想今天你们要过来，就把这钱送过来。那钱我就先收着了，工人们可念叨您的好了。
哎，还是你们的活干得好，以后每年这个活啊就交给你干。好了，今天啊你们一家团聚，我就要回去了啊。哎，老张，以后住城里，咱哥俩得好好喝一杯啊！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拜拜。爹娘，咱们去里面看看吧。好，我也要去。来，哥哥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婷婷，你说着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虽然是农民，但我现在啊能挣钱了，也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我想去你家提亲，你愿意吗？我有嫂子。走，咱们去里面看看。